你有没有好奇过，高达这种动辄60-70吨起步的大铁坨子是怎么飞起来的呢？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制作组是怎么瞎编，是怎么做的设定的吧。还是先从资料最为详细的 UC 开始说起。UC 的飞行方式，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4类。没错，4类，是不是已经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了？第一种呢，最好解释，就是力大专飞型。比较有名的代表呢，就是在独角兽中花式虐杂兵的拜亚兰特中型。它飞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巧，就是靠大量的助推剂堆起来的。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在空中会拐弯飞行的火箭兵。其实对于大多数 MS 来说啊，都是拥有短时间可以制空的能力的。至于这个能力怎样，就要看它推进器所提供的推进力，以及维持这种高推进状态能持续多久。而关于推进力呢，我们可以直观的看一下推重比，推重比越大，劲儿越大。以元祖高达为例啊，它的本体重量为43吨，全备重量，也就是加满推进剂、加满弹药、拿上武器、盾牌等等以后是60吨，而它的推进器推力是55500千克，那么它的推重比呢，就是推力的55500千克除以本体的6万千克为0.925。推重比呢不到1，也就是说元祖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垂直起飞的。当然了，助跑一下啥的可能能蹦得挺高的高度啊。而拜亚兰是全备重量60300千克，推力98300千克，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达到了 1.63， 再借助特化的引擎以及加装的燃料罐，就可以实现长时间的空中飞，应该说是空中乱窜了啊。正好啊，咱们来看一下 UC 宇宙几台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高达的机体数据吧。从数据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柯西就是数值的拐点，它的重量和推进力都达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而随后的 MS 小型化则是把推重比抬到了另一个层次。当然了，机体具体的飞行性能还是要看机体造型所带来的空气阻力，以及刚才我们所说的推进持续时间。像飞行老虎在大力专飞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用于调节姿态的机翼以及进气装置，因此呢获得了不错的空中机动性。而像 Z 高达呢，则是属于有在 MA 形态下的气动加成，因此呢可以实现优越的空中性能。括弧你也别计较这个气动有多合理了，人家能画出个意思来就行了。回括弧。第二个要介绍的飞行系统，就是在 UC 宇宙中最常见到的米氏粒子漂浮系统，简称米漂。它是利用米氏粒子之间的互斥特性所产生的爱丽场来运作的。这一点在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光束军刀以及光束盾的时候都有讲解过。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无论是光束军刀还是光束盾，都只覆盖着薄薄的爱丽场。而由于爱丽场是基于粒子所组成的，因此具有无法轻易穿透金属、水、地球表面等地方的特性。所以当光束军刀那薄薄的爱丽场碰触到大多数物体时呢，就会破裂，露出里边的高热等离子体，从而实现热切割的效果。而如果散布大量的米氏粒子，并促进它们形成极具规模的爱丽场，则可以达到类似磁悬浮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呢，再在特定位置放出一些记忆性导电粒子，大家可以想象成在空中造了一块一块临时性的看不见的磁场岛屿，则爱丽场呢就可以通过不断的与磁场岛屿产生斥力来实现漂浮的效果。虽然怎么想啊都有点左脚踩右脚登天的感觉，但制作人员已经是尽力编了啊，设定就这么多，别再难为他们了。运用这一技术的典型代表如联邦的白色基地以及吉翁的大馒头阿普萨拉斯，发现没有，都是大块头，这也是该技术的一个技术瓶颈。由于米漂需要大量的粒子散布以及爱丽场生成，因此此装置很难小型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的剧如0079、Z 高达、逆压、独角兽等作品都没有出现过利用米漂来实现飞行的机体，更多的呢都是踩踏板或者是大力专飞。而在 MS 上运用米漂系统最有名的当属是柯西和佩涅罗佩了。他们为了搭载米漂装置，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来到了一般型 MS 发展史上的顶点。然而呢，吃书的事情就突然出现了。早期的 MS 设定中呢，他俩都是靠米漂系统来实现飞行的。可就在不久之前的闪哈剧场版中，制作组却将他们的飞行原理改为了接下来咱们将要介绍的第3类飞行系统——米氏粒子飞行系统，简称米飞。其实虽然说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啊，但基本原理呢还是和米漂差不多，只不过做了简化，并结合当时更高出力的推进器以及更轻便的机身和米漂装置的小型化，达到了力大专飞加漂浮稳定姿态的效果。该系统的重点呢是如何平衡巨大的推进力与漂浮的力，代表机体呢就是微高达。另外呢，同时期也有旋转翼的技术，说白了就是把爱丽场拧成麻花来实现超强的升力，使得这些机体即便不使用推进器也能够飞行。最后要说的也就是第4类飞行系统了，即米氏粒子推进装置。该装置早期呢也是运用于战舰上的，
呢，在 V2 高达上才完美实现了 MS 级别的应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光翼。这个原理呢，其实也不算太复杂。首先创造出范围极大且无爱立场束缚的光翼薄膜，并利用粒子之间的斥力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进行推进，在速度可以达到亚光速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产生的大量带电粒子，后来又有设定说是高速金属离子啊，反正就是一种粒子吧，来影响周围的各种电子设备。而那推进时产生的巨大的米粒子薄膜，也就是我们说的光翼，这个呢也是具有切割物体的效果。不过要特别一提的是，虽说能够达到亚光速，但也是需要持续加速14天才能够达到。V2 高达的炉子呢，也是刚好可以持续以该状态运作14天，就是设定集里边说的亚光速是80%光速，而百度查出来的亚光速呢是90%以上。反正就是很快就对了。好了，以上就是 UC 宇宙 MS 飞行的各种原理了。接下来呢，咱们来简单说一下其他比较热门的作品。W 机体就7-8吨，推进力呢还跟 UC 差不多，拿火箭运卡车了，属于是。与其好奇它为啥会飞，不如好奇它为啥这么轻吧。C 的机体设定都是效仿 UC 的，重量也是60-70吨。不过我印象中啊，官方很少提及 C 的机体的发动机出力以及推进器的推力，大概啊怕是解释不了为啥人家核动力机子有那个出力，你电池机凭啥也有那个出力。不过 C 的系机体呢，并没有采用 UC 米氏粒子这种解释手法，而是通过给机体加入一些翅膀的元素，试图营造一种有翅膀就能飞的光感。拿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高达来说，它的翅膀可以用来实现高机动空战形态，洋文是High MAT， 再配合电脑控制，让翅膀成为了主动、气动、弹性、记忆啊，反正就是制作组把这个词儿编出来了啊。我觉得诚意应该已经相当可以了。其实 C 的系列啊，我觉得更符合直觉的还是空战强袭那种飞行背包，大推力加滑翔翼。这个说实话啊，推力够大的话还不是那么抽象。C 的终极科技里边也有行星推进系统、光辉传递者，像命运高达啊、枪袭自由高达啊和剧场版中的观星者高达都有该系统。顺带辟谣一下，好多人都说强自带光翼是重制版为了卖胶新加的，其实原版就有的，不要再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了。在上述机体中，观星者的系统是相对完整的，这个的设定啊倒是非常的详细。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将光转化为推力，也就是将太阳风进行能源转换，获得强大的光压，从而获得推力，达到半永久的加速效果。该装置开发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星际旅行的条件。而由于接收光的是背后的圆环，该圆环可以在周围空间形成能量干涉，并作为攻防一体的屏障武器来使用。最后来说说00嘛，就是 C 的和 UC 的究极缝合了。对于非太阳炉机体，采用的是和 C 的类似的设定，也是有翅膀的力大专飞，甚至呢连100多吨的铁人都能带飞。而太阳炉机体这边则是类似 UC 的米粒子，只不过名字改成了 GN 粒子。咱们前面说过很多差不多的原理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什么？你说量子化跃迁？不懂，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UP 也是收集了很久各种资料才做出的本期视频，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见。